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蝴蝶兰的花剑问题。怎样才会出花剑？怎样才出多花剑？还有出了花剑之后如何养护？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分享，说蝴蝶兰出花剑跟温差没半毛钱关系，主要是靠温度和控水。看完之后，我觉得我很有必要做一集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蝴蝶兰出花剑什么是必要条件。第一，这棵苗必须是成苗。如果你买回来的是幼苗，它没有到达开花的年龄，无论你是降温还是用催花肥，都无济于事。除非你是用所谓的激素之类，这个我就不懂了。蝴蝶兰开花的第二个必须条件就是光照。万物生长靠太阳，当然了，今天不一定要靠太阳，可以靠灯光。蝴蝶兰它没有球茎，它的能量储存在它的叶子上，而它的能量是靠叶子的光合作用。叶子越多，它储存的能量就越多，开花的几率就越大。那么是不是越高光越好呢？不是的，太高的光照会破坏叶面上的叶绿素，叶子会变小、厚，而且是很硬，甚至灼伤。我这一颗安文蝴蝶兰之前就是太高光，叶子又小又厚又硬，就像卡特兰的叶子一样，也是不开花。现在降低了光亮，它出了双花剑。那怎样才知道它的光照对不对呢？网上很多分享就是用测光仪，我没有，我是用肉眼来判断。如果叶子是深绿色的，那它就是缺少光照；如果它的颜色是偏黄一点，就像苹果绿色的，那就是刚刚好。它跟一般的绿色植物刚刚相反。绿植如果它的叶子是翠绿的，那就很好。但是兰花如果它的叶子是翠绿色，那就是缺少光照，它就很难开花。如果有一点点偏黄，像苹果绿的，那它就很容易开花。还有，如果光照不够，它的叶子会特别的大，因为它想争取更大的面积来吸收光照。这样的叶子比较重，它就有点向下垂。如果你去买的时候可以选择的话，挑叶子多的，而且是上挺的，证明它是很健康的，它储存了很多的能量，更容易开花。蝴蝶兰具备了以上2点必要的条件，是不是就一定开花呢？那可不一定。接下来就说到它第3个必要条件，就是温度和温差。我们自家养的蝴蝶兰很少去用温度控制，通常是在春季和秋季有比较大的温差，蝴蝶兰有可能出花剑。广东海洋大学滨海农业学院做过实验研究，蝴蝶兰在白天温度26度，晚间19度，华氏白天78度，夜间66度，在这样的温差底下控制1个月，出梗率是100%。我会把这份报告的连接放在说明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我是靠天吃饭，靠自然的温差。蝴蝶兰养得好的话，到适当的温度和温差，它自然就会长花剑。有的是长1条花剑，有的是长多条花剑。我们都想它长多一点的花剑，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很多时候我们养的花养得很好，但是它只长1条花剑，最多就是2条。我大多数的蝴蝶兰都是这个样子。事实上，双花剑的蝴蝶兰已经是不错了。
尤其是大花的蝴蝶兰，这是由于它的基因所决定的。就算你再怎么努力把它养得更壮，它还是只有双花剑。所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网购有时候它会告诉你出双花剑的几率有多大，实物购买的时候你就要选双花剑或者是多花剑，那么它复花的时候，双花剑或者是多花剑的几率就很大。还有就是选可以长侧芽的，好像我这一盆买的时候它有一个侧芽，后来呢又长多了一个侧芽，现在一盆就是3苗在一起，每棵苗都是双花剑，现在它就是6条花剑了。还有就是原生种或者是原生种的杂交趣味蝴蝶兰之类，好像这一颗盾花，它盆面上就有好多条花剑，花谢了之后，花剑保持翠绿，它会上前继续续花，新的花剑又不断的长出来，所以你会看到盆面上会越来越多的花剑，越老的年纪越大的，它的花剑越多，但是并不是它一次性的长出来的。没有养过的就以为它一次出这么多条花剑，其实不是的，是时间的功劳。以上3点是蝴蝶兰出花剑的必要条件。接着来说一下它的辅助条件。第一就是控水，控水不是必要的，只是辅助。如果控水是必要的，那么水培的蝴蝶兰就不会开花。前段时间我出去旅游，水培的蝴蝶兰我都给它加了足够的水，因为没人在家给它补充水分，没有控水这种可能。但是呢，现在所有的水培蝴蝶兰都长有花剑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花剑会不会长出高芽呢？就是由花变成苗呢？我觉得跟水分是无关的，温度、温差还有肥料会对它影响更大。高温，温差变小，这个时候花剑可能就会停止生长。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增加它的生长肥，也就是说以氮为主的肥料，那么它就很有可能从生殖生长变成营养生长，就是从长花变成了长叶，就是长高芽。最关键的还是基因，好像这一棵它本身就是很爱长高芽的，什么温度呀、肥料呀都不可以干预它，是它自己的基因决定的。还是那一句，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你选择了它，那就注定会带给你很多子子孙孙。言归正传，说回控水怎样辅助出花剑。温度降低，日夜温差大，兰花已经感受到压力，再控一下水，它就觉得生命受到威胁了。生物也是有求生的本能的，它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了，就会赶紧开花，让自己可以传宗接代，保留物种。控水就是我们给它施加压力的一种方法。要蝴蝶兰开花，第二种辅助方法就是给它施加高磷的肥。蝴蝶兰开花需要磷这个营养元素，在合适的温度和温差的时间段给它施加磷肥，它的花剑可能会长得更长，或者是有更多的分支，那么花量就会增大，花的颜色会更加的鲜艳，花朵会更大。那么施高磷肥要到什么时候呢？影片的开头已经介绍过了，蝴蝶兰没有球茎，它的叶子是储存能量的器官，它需要叶绿素，它的叶子要做光合作用，叶子所需的营养是氮为主，所以我们不能一直施高磷肥。我会在花剑长到大概
一个手指那么长的时候，改用均衡肥，用建议浓度的一半。等到第一朵花差不多要开的时候，把浓度调到更低，大概是建议浓度的1/4或者是更低。如果盆内有缓释肥的话，就不用液体肥了，浇水就可以了。早期我养蝴蝶兰，当它开花的时候，我是不给它施任何的肥料，它的花的确是可以长久一点。但是花后整颗植株，尤其是它的叶子，状态并不好，看上去就是过度消耗了。其实这点很容易理解，蝴蝶兰的花期很长，开1-2个月是最普遍的，有的甚至可以开半年。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给它持续的提供营养的话，它就会消耗自身的能量。从长远来看，对这棵兰花就是不友好的。而且后来改用了施薄肥之后，并没有发现它的花期变得特别短，基本上都能开3个月以上。至于原生种的蝴蝶兰，或者是原生种的夹椒、珍奇蝴蝶兰这一类呢，它的花期没那么长，通常是1个月或者是1个半月。这一类在花期要不要施肥呢？我觉得还是要的，因为这一类的兰花，它的花剑有续花性，如果不给它营养的补给，它就只能是消耗自己。等花开完之后，可能那条花剑就会黄掉，不再续花。所以我会继续的施薄肥。以上是我对蝴蝶兰花剑的一些看法，欢迎留言，我们互相交流，谢谢。